欢迎来到热点新闻频道，请订阅并关注以获取最新资讯。徐凯周也易欧春正式官宣，双恶人设定拉满，权谋大戏预定爆火。这几年古偶市场有个特别离谱的现象，男女主明明长着一张要去争天下的脸，剧情却偏偏让他们忙着误会、摔跤、亲嘴。观众看多了之后，已经开始对工业糖精产生抗体。可偏偏易欧春不太一样，他像是把古偶和权谋一起扔进高压锅里猛炖，最后炖出一种危险的香气甜有，但甜里带刀。最有意思的是，这部剧从一开始就没打算把男女主写成传统意义上的好人。沈润和谢清源，一个是踩着血路爬上高位的权臣，一个是藏着恨意归来的复仇庶女。别人谈恋爱靠心动，他俩靠互相试探；别人是双向奔赴，他们是双向提防。说白了，这不是小白兔遇见霸道狼狗，而是两只狐狸互相闻味道。徐凯这次的角色其实特别适合他，因为他身上一直有一种很微妙的气质，脸是少年感的，眼神却像藏了很多事。沈润这个人最狠的地方，不是杀伐果断，而是忍。少年时家族骤变，从底层一路往上爬，爬到殿前司指挥使的位置，这种人最可怕，因为他太知道人性是怎么回事。表面温润，背后布局，像一杯看着清淡的茶，喝下去才发现后劲能把人呛死。而且这种权臣角色，其实最怕演成面瘫霸总。很多演员一演腹黑，就只会皱眉冷脸，仿佛谁欠了他800两银子。可真正高级的城府，不是凶，而是稳。越是笑着的人，越可能在下一秒把棋盘掀翻。徐凯如果能把这种温柔里的危险感演出来，那这个角色基本就立住了。周也这次更有意思，以前很多观众对他的印象还停留在清冷、脆弱或者少女感上，可易欧春偏偏让他演了个带刺黑莲花。谢清源最厉害的一点，不是复仇，而是会忍。亲人被害，流落异乡14年，再回家族时，她已经不是那个需要被保护的小姑娘，而是一个学会了把刀藏进袖子里的人。很多古偶里的大女主嘴上说复仇，实际全靠男主救场，可谢清源明显不是。她像一株长在废墟里的野草，没人浇水，却偏偏越长越锋利。周也身上那种破碎感，刚好特别适合这种角色，因为真正的狠人往往不是声嘶力竭，而是安静。他站在那里不说话，观众就知道这个人心里压着事。易欧春最聪明的地方是他搞了个双恶人设，这个设定为什么容易让人上头？因为成年人已经不爱看伪光正了，现实世界里哪有那么多纯粹善良的人？很多人都在黑暗里挣扎过，所以观众反而更容易对有缺点、有欲望、有算计的角色共情。沈润和谢清源之间最带感的，也不是爱情，而是棋逢对手。他们少年时互相救赎，成年后却站进权谋漩涡里，一个在朝堂布局，一个在家族复仇。明明认出了彼此，却偏偏谁都不肯先低头。这种关系特别像高手过招，你知道对方危险，可你偏偏控制不住想靠近。这让我想到当年的《琅琊榜》和东宫。为什么观众会对这种带刀爱情念念不忘？因为它不像糖水，而像烈酒，甜的时候让人上头，虐的时候又直往心口扎。易欧春身上也有这种气质，他不满足于单纯撒糖，而是想讲，两个都在深渊里活过的人，究竟还能不能相信爱情？而且这剧还有一个很关键的点，他终于不把女主当挂件了。很多古偶里的权谋，说白了就是男主搞事业，女主负责貌美如花。可谢清源不是，他本身就是棋局里的执棋人。
他和沈润之间不是保护与被保护，而是制衡。今天合作，明天算计，前一秒还能并肩对敌，后一秒可能就开始互相挖坑。这种关系才是真正成年人的情感拉扯。因为最危险的感情，从来不是一见钟情，而是我知道你不简单，却还是忍不住想靠近你。当然，一欧春也有风险。因为现在很多观众已经习惯短视频式节奏，恨不得3分钟一个反转，5分钟一个高能。而权谋剧最怕的就是节奏失控，一旦朝堂戏撑不住，只剩男女主互相虐恋，那它很容易沦为披着权谋皮的恋爱剧。但换个角度看，现在的古偶市场最缺的恰恰是这种危险感。当大家都在复制傻白甜和霸道王爷时，一部敢让男女主都不干净、都带锋芒的剧，反而更容易杀出重围。因为观众早就不满足于看恋爱，大家更想看的是人在欲望、权力和感情之间到底会怎么选。说到底，一欧春真正吸引人的，从来不是权谋，也不是虐恋，而是那种明明都不是什么好人，却偏偏最懂彼此的宿命感。沈润和谢清源，一个把野心藏进朝堂，一个把恨意埋进笑容。他们像2把带血的刀，在乱世里互相碰撞。而最高级的爱情，也许从来不是谁拯救谁，而是2个同样破碎的人，在彼此身上看见了自己的影子。